当年白胡子暴露香克斯的身世，原来是动画组的一个错误而已。顶上战争爆发前，香克斯提着一壶酒登上莫比迪克号，他找白胡子只有一件事，让对方召回艾斯，不要去招惹黑胡子。香克斯与黑胡子交战过一次，他没有大意，左眼还是留下3道疤。白胡子见到香克斯的第一句话是：看到你的脸，那个混蛋给我留下的伤就隐隐作痛。因此有不少海迷推测，打伤他的人是香克斯的父亲。香克斯的身世一直没有公开，我们知道罗杰在神之谷的宝箱中找到香克斯，他的身世要么是天龙人，要么是大海霸主洛克斯的后代。不过有实力打伤白胡子的人只有可能是洛克斯，但从白胡子的经历来看，给他胸口造成伤疤的人绝不可能是洛克斯。38年前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，白胡子加入洛克斯海贼团，在神之谷一战中，洛克斯被卡普和罗杰联手打败，洛克斯海贼团就此解散。随后白胡子组建自己的海贼团，在大海上寻找伙伴，不断壮大。30年前，因为船只被风浪打坏，白胡子海贼团来到和之国伊达港，那时他的胸口还没有伤疤，也排除打伤白胡子的人是洛克斯。与光月玉田交战一番，白胡子处于明显优势，身上也没有留下任何伤疤。4年之后，白胡子在某座无名小岛遇到罗杰海贼团，双方大战3天3夜，没有分出胜负。白胡子的左胸上方受了一点小伤，显然不会留下深深的伤疤。又过了2年，罗杰抵达拉鲁德夫，成为海贼王，再次去找白胡子喝酒，可以看到白胡子的胸口已经有了一道伤疤。在那段时间能打上白胡子的人可以说屈指可数。在海军中，卡普和战国的实力与罗杰差不多，有能力对抗白胡子，还有当时的元帅钢骨空，战斗力也不在卡普之下，打伤白胡子也不难。在海贼之中，金狮子曾在艾特沃尔海战中差点灭掉罗杰海贼团，红伯爵更是凭借一个人的实力匹敌整个罗杰海贼团。这些人都可能给白胡子留下伤疤，是否有可能与香克斯有血缘关系呢？不过在漫画中，白胡子见到香克斯的原话是：每次看到你的脸，我就想问，那小子给你留下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吧？这显然是白胡子调侃香克斯，讲述黑胡子曾经打伤过他的左眼，而不是动画中讲述的那样。白胡子看到香克斯的脸，自己的伤口会隐隐作痛。霸气不强，能不能打过现在的鹰眼还真不好说。有4颗神级果实，黑胡子没有抢到手，能力者全部是帝王，其中3人有大将级战斗力。第1颗是超人系甜甜果实，能力者是波雅汉库克，被世人称为女帝，据说实力很接近大将。得知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2个小弟攻打九蛇岛，大九和戴鹏被瞬间石化。黑胡子趁机抓住汉库克，却不敢下杀手。他很清楚汉库克一旦被干掉，自己的2个伙伴将会永久变成石像。好在雷利在此刻赶到，提议黑胡子先放手，他来确保汉库克解除能力。面对前海贼王的副船长，帝奇只能乖乖听话，也放弃抢夺甜甜果实。据说甜甜果实是一颗双生恶魔果实，另一种能力是变成海妖美杜莎。当下黑胡子急需动物系的体力和恢复力，也难怪他会盯上甜甜果实。第2颗是自然系烧烧果实，第1任能力者是艾斯，在马林范多被赤犬贯穿身体丧命，多弗朗明哥得到烧烧果实后，利用它作为奖品对付陆罗联盟。黑胡子与艾斯相处多年，对烧烧果实的强大力量非常清楚，于是派遣第1船长巴沙斯参战，目的就是将烧烧果实收入囊中。只不过萨博从半路杀了出来，得到烧烧果实后，当着众人的面吃掉。随后萨博与大将藤虎战斗，从场面上看，2人的实力不分伯仲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从吴老星和伊姆大人的联手攻击下逃走，随后被世人称为炎帝，可见他的战斗力不会逊色任何一位大将。第3颗是橡胶果实，能力者是路飞，当今4皇未来的海贼王。巴沙斯在德雷斯罗萨没有得到烧烧果实，立马将目标对准橡胶果实。果实图鉴上没有尼卡果实的介绍，很奇怪黑胡子为何会要橡胶果实。当时路飞与明哥交战后4档解除，处于不能使用武装色霸气的状态，眼看巴沙斯就要得手了，又是萨博及时出现，一脚将他踹飞。面对巴沙斯对艾斯的羞辱，萨博彻底愤怒，狠狠虐了巴沙斯一顿。第4颗是吞吞果实，能力者是瓦波尔，也是一国之君。吞吞果实对战斗力的提升不算强，用来赚钱却非常的好用，能让瓦波尔被路飞击败后，赚到足够多的钱重新成为国王。当年黑胡子得到暗暗果实后，立马前往慈古王国找吞吞果实，得知瓦波尔将他吃掉后就离开了，却没有选择干掉瓦波尔抢果实。看来黑胡子对吞吞果实的渴望度并不算高。尾田终于澄清关于艾斯的3个误解，对霸气的修炼天赋远在路飞之上，真正的战斗力也能匹敌海军大将水准。第1个艾斯不会使用武装色霸气，当年在马林范多对战赤犬，艾斯被嘲笑不会使用武装色，最终火焰被岩浆燃烧，自己也倒在赤犬的岩浆拳头之下。按理说白胡子海贼团的2番队长不可能不会武装色霸气。后来尾田在艾斯的小说中强调，艾斯对武装色的修炼非常有天赋，仅仅跟着白胡子学习了1天，就能熟练掌握武装色霸气的使用。当年路飞跟着雷利学习3色霸气，也用了1年半才掌握基本用法。
可见在对霸气的修炼方面，艾斯的天赋已经远远超过了路飞。第二个是艾斯太依赖果实，对体术的修炼不强。不知道为何会有海米认为艾斯的体术不强，这绝对是天大的误解。难道说艾斯对烧果实的开发很好，才导致他太依赖恶魔果实的吗？小时候的艾斯是3兄弟中体术最好的，与老虎、鳄鱼战斗都是依靠体术，而且卡普每次去风车村都会用爱之铁拳教训艾斯和路飞，能承受住卡普铁拳的常年熏陶，体术绝对算得上1等1的强者。还有在巴拿马岛对战黑胡子，烧果实能被暗果实无效化，也能与黑胡子战斗到最后时刻，最终炎帝被黑暗吞没战败。黑胡子的手下也强调艾斯的体术很强，不用果实能力也可以不落下风。第三个是艾斯不配做队长，实力最多是中将级别。在加入白胡子海贼团之前，艾斯与圣平大战5天5夜不分胜负。圣平属于鱼人族，擅长在海中战斗，艾斯能与他打平，实力绝对不弱。而且在海贼王漫画1100话中，尾田公布艾斯曾击败过一位七武海。虽然说七武海的水平层次不齐，也能从侧面反映艾斯的实力不算弱。顶上战争的时候，艾斯与青雉有过交手，两人果实互克不分胜负。对战赤犬算是艾斯的战力污点，果实能力和战斗经验都被碾压。赤犬绝对算得上4皇级别的强者，对战受伤的白胡子丝毫不落下风。与青雉大战10天10夜，最终获胜。他能击败艾斯也算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尾田曾在 SBS 中说过，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不是序号越小实力越强，16位队长的战斗力属于同一水平，也就是说艾斯与马尔科是同段位，马尔科绝对有匹敌大将的战斗力，艾斯的战斗力也应该接近大将水准。不过白团队长们的战绩表现很差，都能匹敌马尔科很难让人信服。当年艾斯击败的七武海终于公开，与青雉和卡普交战均惨遭秒杀。在漫画1100话中，我们知道艾斯出海后击败过一位七武海，在那之后萨坦圣与大雄做交易，让他当七武海才会救波涅。艾斯击败的七武海到底是谁？从已知的剧情中很容易找到答案。路飞击败七武海克洛克达尔后，海军将老沙关入海底监狱第6层，圣平拒绝参加顶上战争，被海军剥夺七武海，也被关入推进城。还有多弗朗明哥被路飞打败后，最终的归属依旧是海底大监狱。可以确定艾斯击败的那位七武海必定也会进入海底监狱的第6层。黑胡子招募伙伴的时候，第6层的强者要么逃走，要么加入黑胡子，其中就有曾经罗杰的船员巴雷特，他在剧场版中被路飞开挂击败。还有传说极大海贼邦迪沃尔德，帮路飞提升霸气后再次进入监狱。邦迪沃尔德被冰封了30年，他不可能是被艾斯击败的七武海。除此之外，黑胡子招募到4位海贼，艾斯打败的七武海应该就在其中。首先可以排除玄月猎人戴鹏，原因是海贼王中有唯一女性的设定。大雄成为七武海的时候，汉库克也有出场，那时他已经是七武海。七武海中已经有一位女性，因此可以确定戴鹏不是艾斯击败的七武海。圣胡安饿狼其实也能排除，他的体型巨大，却给人一种呆呆的感觉。七武海都是非常精明的海贼，圣胡安饿狼当七武海确实有点不自然。匹萨罗的可能性很大，他的外号叫恶政王，应该也是一国之君。大雄成为七武海时，圣平强调大雄是前任国王，这里还有现任国王。如果恶政王是艾斯击败的七武海，圣平就应该说走了一位王又来一个。不过从恶政王的战斗力来看，当一名七武海也算绰绰有余吧。黑胡子从推进城招募的同伴还有大九，那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海贼。当年遇到刚从海军辞职的青雉时，他就站出来挑事，却被瞬间秒杀。为了救大徒弟科比，卡普带着索尔成员闯入海贼乐园蜂巢岛，用一招银河冲击毁掉半个城镇。对此大九却露出一脸邪笑。后来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攻击卡普，吐出的火焰攻击没有任何效果。在卡普被溪流偷袭重伤后，青雉等人联手将海军英雄彻底击败。大九表现出一副胜利者的嘴脸，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奸诈的海贼。年轻气盛的艾斯看不惯七武海大九，将他击败泄愤也是合情合理。凯多战败之后留下的未解之谜，顶上战争想救白胡子，贬低过卡普的战斗力。打武当状态下的路飞并没有使用全力。第一个是凯多与红发有没有爆发战斗。顶上战争爆发之前，凯多和静本想去马林范多凑热闹，却被香克斯带着手下阻止。具体的战斗经过并没有公开。从红发团全员无伤来到马林范多，应该是凯多和静被击败了。也有海米推测是香克斯发动了面果时，凯多也不得不给一个面子。红发海贼团与凯多的交手时间不长，应该没有爆发激烈的战斗。第二个是凯多为何骂白胡子无能。得知白胡子在马林范多战死后，凯多居然发怒说白胡子无能，像是在责怪他没能活着离开海军基地，也没有将艾斯安全救出来。难道说当初凯多和静要去顶上战争，目的是帮助白胡子救艾斯吗？凯多的梦想是让全世界爆发战争，应该不会有救白胡子这种想法。第三个是凯多为何贬低卡普的实力。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的时候，凯多认可路飞是能与自己搏命战斗的人，与之同时还强调罗杰和洛克斯等人也拥有能和自己决斗的实力，其中却没有英雄卡普。
难道是不认可卡普拥有击败他的战斗力吗？凯多虽然被海军多次抓捕过，都是一个人挑战整个海军部队，对手应该是赤犬和黄猿这些人，轮不到卡普和战国等老资格出手。凯多说能与自己决斗的人中没有卡普，应该是没有与卡普正面战斗过。第四个是凯多到底是不是鬼族？凯多所属的种族一直没有确定，头上长着2个犄角应该属于特殊种族。他与小时候的大河对话时提到过，强大的鬼族不可能与人类做朋友。难道说凯多真的来自于鬼族？大河的母亲或许也是鬼族的成员吗？第5个是凯多打路飞为何没用果实觉醒？在弹头岛事件中 ，CP0的陆奇和卡库都掌握了动物系果实觉醒能力，不过凯多在对战路飞的时候却没有使用最强的果实觉醒状态。凭借凯多对恶魔果实开发的天赋，将鱼与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很轻松。凯多之所以没有使用觉醒能力，要么是觉得打路飞不需要使用底牌，要么就是对路飞放水了。他想看看路飞到底会不会成为乔伊波伊。凯多经历过非常悲惨的童年，也期待太阳神妮卡拯救世人的故事会成真。时隔1年的伏笔终于揭开，黑胡子放弃甜甜果实，并不是害怕冥王雷利。当时还有2位大将级老太婆在九蛇岛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手下来到九蛇岛，目标就是汉库克的甜甜果实。据说那是唯一的双生恶魔果实，除了能让敌人瞬间石化外，还可以变成传说中的海妖美杜莎。当时海军也抵达了九蛇岛，为了抓捕汉库克，出动了2名炽天使。汉库克也没有束手就擒，将黑胡子的2个手下与海军一并石化。不过自己却被黑胡子趁机抓住脖梗，随时随地都可能丢掉性命。就在此时，雷利来到九蛇岛，释放霸王色霸气震慑在场的所有人。他让黑胡子给自己一个面子，放开汉库克，然后乖乖离开九蛇岛。黑胡子不想失去2个小弟，放开汉库克之后，将克比抓回了蜂巢岛。有不少海米认为，黑胡子之所以选择离开，是畏惧冥王雷利的实力。当时黑胡子的2个手下被石化，杀掉汉库克会面对3股势力的围剿，冥王雷利外加海军和九蛇海贼团的人，黑胡子一个人很难安全逃走。不过事后雷利说自己老了，打不过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。当时的九蛇岛还有2位强者会参战，他们的实力应该有大将级别，一位就是雷利的女伴夏琪，是汉库克之前的九蛇海贼团船长。当初雷利在香波地群岛暴露身份，卡普就评价过夏琪的实力，强调夏琪是传说级别的海贼，即便海军中的老将遇到他也得小心。如果夏琪和雷利一起攻击黑胡子，即便他有2颗恶魔果实也是白费。另一位也是夏琪之前的九蛇海贼团船长，叫古罗利欧萨，也就是杂婆婆。千万不要瞧不起这位老太婆，她年轻时候的战斗力绝对能匹敌大将。想当年杂婆婆也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，经历过38年前的神之谷大战，能与白胡子和凯多这样的怪物混在一起，杂婆婆的战斗力必定不会弱。黑胡子之所以放弃汉库克的甜甜果实，一方面是对雷利有所忌惮，另一方是害怕杂婆婆和夏琪，这2位传说级海贼才是他的最大威胁。马尔科存在的2大缺陷被公开，吴老星对他的评价完全错误。小时候的马尔科非常幸运，有世界最强男人保护着成长，还吃下非常稀有的不死鸟果实，力压当年的玉田成为第1队长。年纪轻轻还能与雷利交战，虽然被教做人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跟着白胡子去马林饭多救艾斯，马尔科轮番对战3位海军大将，挡下闪闪果实的大招8尺琼勾玉，紧接着就是一脚将黄猿踹飞，亲自用冰刀刺穿路飞的肩膀。马尔科二话没说，又是一脚踹飞。对战赤犬的表现不算好，吸收一切伤害的蓝色火焰却没挡住岩浆拳头。白胡子在马林饭多丧命之后，吴老星一度认为马尔科能继承4皇之位，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的决战中，马尔科和众多队长被完全碾压。事后马尔科本人也说了，面对得到阵阵果实的黑胡子，自己完全不是对手。去和之国帮助路飞对战百兽海贼团，马尔科成为草帽团的全职保姆。见到4皇大妈要去鬼岛屋顶，他不顾佩罗斯佩罗的夹击，也要挡住大妈。后来一个人对战镜和奎因2位大看板，在众人的攻击下护送索隆去打凯多。面对2位赏金超10亿的强者，马尔科也是游刃有余，没有一点劣势。当凯多吐出热息攻击娜美的时候，马尔科再次挺身而出化解危机。从顶上战争到鬼岛战争，马尔科对战众多强者，却暴露出2个缺陷。第一个就是恶魔果实的能力是恢复，对他的攻击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。对战3位海军大将的时候，场面上并没落下风，却没有打伤任何一个人。相比海军大将们毁天灭地的攻击，马尔科的攻击力也明显弱一个档次。后来去鬼岛对战2位大看板也是全程压着岩灾镜和异灾奎因打，却没有对2人造成任何伤害，也能反映出马尔科的输出并不强。第二个缺陷就是拥有武装色和见闻色，却不具备霸王色霸气。在所有的皇父中，索隆和卡塔库利会霸王色，比马尔科高出一筹。凯多打路飞时强调过，只有会霸王色缠绕攻击才算最顶级的强者。目前除了黑胡子和巴基，其他几位4皇也都展示过霸王色缠绕攻击。马尔科不会霸王色也可以确定，他不具备顶级强者的战斗力。当初吴老星说他能继承白胡子成为4皇，
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判断。不过香克斯却非常认可马尔科的实力，多次邀请他成为自己的伙伴。白胡子一生经历过3次惨痛失败，30多年前被一位少年重创胸口，罗杰向海军自首被处刑后，白胡子就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。很多妄图出人头地的海贼新人都想取下他的首级来证明自己，甚至是成名已久的世界第一剑豪鹰眼也想探究自己与他的差距。即便是如此强悍的白胡子，也经历过3次战败，留下了一身的伤疤。第一次是败给罗杰，两人是同时期的海贼，战斗力相差也不大。曾经罗杰海贼团与白胡子海贼团相遇，双方爆发3天3夜的大规模战斗，最终2个海贼团也没有分出胜负，白胡子和罗杰也都受了一点伤。据说双方爆发的战斗不止一次，从世人的说法来看，罗杰的实力要更强一些。第2次战败就是顶上战争，白胡子带领全部手下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轻质的冰河时代完全没有效果，黄猿的8尺琼勾玉也没打到白胡子，还是赤犬比较聪明，使用诡计策反大窝蜘蛛，一剑贯穿白胡子的胸膛。此后白胡子与赤犬交战，场面上明显落于下风，胸口也被赤犬打伤。在艾斯丧命马林范多之后，白胡子彻底暴走，一拳头砸在赤犬脑袋上，随后与赤犬交战，不仅胡子被打掉，胸口也再次被岩浆拳头打伤。最终白胡子拼尽全力才将赤犬打入地面之下，自己也耗尽了体力。之后与黑胡子战斗，面对暗暗果实的逆天技能，白胡子的攻击完全无效，好在抓住黑胡子傲慢的弱点，才用无上大快刀从云切将其砍倒在地。可惜白胡子已经没有任何力气，没能使出最后一击将黑胡子干掉。紧接着黑胡子带领手下一拥而上，将世界最强男人的生命彻底终结。白胡子的第3次战败是在38年前，当时他还是洛克斯海贼团的成员。为了做世界的王，洛克斯带领全部手下攻打天龙人的狩猎场神之谷，当时的海军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洛克斯海贼团的强者打得节节败退。好在有年轻的卡普出现，他与罗杰海贼团联手，才将洛克斯击败。事后我们从白胡子口中得知，洛克斯之所以战败，是他们爆发了内讧。那场战斗中还有一位年轻的强者，被认为是香克斯父亲的加林胜。当时的加林胜有着非常强悍的实力，一度被认为是那场狩猎的冠军。几十年后，白胡子见到香克斯，直接来了一句看到你我的伤口就隐隐作痛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胡子与加林胜有过交手，战败后胸口留下一道伤疤。一场战斗测出索隆和山治的实力差距，现在2个人的战斗力完全不在同一级别。自从草帽团成立开始，海米们就在讨论山治和索隆谁更强。尾田诚公开表示过，他2人是路飞的左右手，战斗力也是旗鼓相当。不过再从索隆和山治的对手来看，索隆的战斗力要占据一些上风。对战老沙的巴洛克工作社时，山治的对手是敌方的第3战力小风，索隆的对手是达兹波尼斯，是战斗力仅次于老沙的2号人物。还有去司法岛救罗宾，索隆的对手卡库比山治的对手加布拉更强一些。经过2年的修炼，索隆的实力深不见底，山治则被调侃战斗力太拉垮。对战身为中将的维尔哥，武装色强度不如对方，留下小腿骨裂的污点，还有与多弗朗明哥交手被吊打，如果不是罗及时赶到，山治必定会惨败。反观索隆的战绩可谓强无敌，对战明哥的手下皮卡可以说是绝对秒杀。与海军大将藤虎交手，虽然被打到嘴角流血，实力也得到了藤虎的认可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的表现依旧亮眼，轻松干掉同为超新星的基拉，又将黑刀秋水归还给和之国，换来妖刀研磨，武装色霸气得到很大提升。遇到赏金3亿5千万的超新星阿普，稍微认真战斗就能将其秒杀。去鬼岛屋顶对战2位四皇，索隆以血肉之躯挡下最强合体技能霸海，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给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腹部留下一道伤疤。后来与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镜战斗，前期索隆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觉醒霸王色霸气之后，索隆斩断尽的一条翅膀，成功登基地狱之王。山治对战异灾奎因时觉醒血统因子，速度力量和身体强度得到全面提升，击败赏金13亿2千万贝利的异灾奎因，也被海米送上了魔神的称号。可惜山治并没有觉醒霸王色霸气，相比索隆的战斗力还是有一定差距。不过尾田在漫画的彩页中给出暗示，表明索隆和山治的实力依旧相差不大。目前草帽团正在弹头岛冒险，索隆的对手是 CP0 的陆奇，场面上并没落下风。山治见到波尼有危险，主动攻击五老星萨坦圣，结果被对方弹飞后受伤。萨坦圣拥有恶魔果实觉醒能力以及霸王色霸气，战斗力应该在4皇级别。山治与萨坦圣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，也能表明他距离4皇还有很大距离。索隆与最顶尖的4皇凯多交战，虽然战败，也给对方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。通过对战4皇级强者的结果来看，山治与索隆的战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。5个特殊超人系果实能力太逆天，其中有3人将路飞按在地上摩擦，不过有1人被卡普一击铁拳锤爆。第一颗是诺诺果实，能力者是卡塔库利，拿着10亿5700万的赏金，却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。卡塔库利能将自身变成年糕，还能用年糕制造任何东西，加上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，一度认为他吃了自然系果实，对战路飞的时候完全碾压，橡胶果实的任何招式都会被他超越。尾田曾经在 SBS 中特意说明，诺诺果实很像自然系，
属于特殊超人系。第二颗是毒果实，能力者是推进城看守长麦哲伦，他能从身体里制造出蓝色毒液，也能用毒液制造出巨型骷髅，一旦触碰到麦哲伦就会中毒，没有特定的解药，只要在痛苦中丧命。当年路飞去海底监狱救哥哥艾斯，对战麦哲伦的时候被完全碾压，身中剧毒后逐渐丧失五感，瘫倒在地，幸亏遇到伊万科夫才保住一条小命。元帅战国曾说过，麦哲伦有准大将实力，是海底监狱中最强的人。当时路飞只开发出3档，也不会武装色和见闻色，打不过麦哲伦很正常。第三颗是食尸果实，能力者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。草帽团去德雷斯罗萨的时候，皮卡用食尸果实将岛屿变成巨型石像，有一种将自身融入到岩石中的感觉。甚至有海米觉得食尸果实是自然系。不过皮卡的战力并不算强，性格上还特别傲慢，相信自己的武装色最强，居然与索隆比拼武装色的强度，结果被一招9刀流大千世界秒杀。第四颗是岛果实，能力者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4船长匹萨罗，他拥有恶政王的称号，想当年也是雄霸一方的强悍海贼。匹萨罗在蜂巢岛对战卡普的时候，展示过岛果实的强大之处，能控制一座岛上的任何物体，创造出的巨大手臂堪比整座岛屿。不过相比英雄卡普的实力差距太大，被卡普一记铁拳打成重伤。看来凯多的话一点没错，果实能力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一切。第5颗是合体果实，能力者叫巴雷特，有成为世界最强的野心。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就有挑战罗杰实力，不过没有一次挑战成功，与年轻雷利战斗都是平局收场。难道说15岁的巴雷特有4皇级别吗？离开罗杰海贼团后，巴雷特在大海上驰骋，最后被屠魔令击败，关入监狱。趁着路飞大闹推进城，巴雷特成功越狱，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。打4档状态下来的路飞，也就一拳头的事情，战斗力绝对不弱于4皇。黑胡子公开龙的真实战斗力远在4皇之上，也难怪赤犬执意要在马林范多干掉路飞。自从在罗格镇操控风雨雷电救路飞，龙至今都没有展示过实力。作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罪犯，他的战斗力到底有没有4皇级别呢？伊万科夫是革命军最早的干部，对龙的实力强弱一定非常清楚。看到龙面朝着东海的方向眺望，直接来了一句：“这就是野兽归巢的本能。”可见在老下属伊万科夫的心目中，龙的强大如同凶猛的野兽一般。得知路飞是龙的儿子后，也认同他的强大恢复力是来自龙的基因。卡普对自己儿子的实力也应该很清楚，公开路飞身世的时候却很平淡，一边扣着鼻屎一边说龙是那家伙，已经认可大儿子是不得了的强者。听到龙是路飞的老爸后，草帽团除了路飞以外，所有人都非常震惊。山治和娜美一直强调龙的强大，同时还指责路飞居然有如此强悍的老爸。罗宾则告诉路飞，即便是强如4皇，也没有与海军抗衡的战力，但龙率领的革命军敢于挑战世界政府，他们的力量绝对不在4皇团之下。多弗朗明哥一直是地下世界的王，对各方势力的战力都很清楚。他在评价世界格局的时候强调，革命军和4皇一样有抢夺王座的实力。在顶上战争的时候，从赤犬对路飞的态度也能反映出龙是顶级强者。见到路飞带着越狱小分队从天而降，所有人都在感叹草帽小子不得了，只有赤犬一个人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，与艾斯一样必须在马林范多干掉。可见在赤犬看来，龙的强大和罗杰一样，他们的后代绝不能存活于世。被白胡子暴揍一顿，跌入裂缝之中，差点丧命的赤犬也没有放弃追杀路飞，拖着重伤的身体，面对白胡子海贼团全部队长，也要将路飞的脑袋留下。如果不是香克斯带着红发团来到马林范多，赤犬绝对不会让路飞逃走。黑胡子得到阵果实后自称最强，继任白胡子成为4位海上皇帝之一。得知巴沙斯被萨博打成重伤后，无意间发现革命军的大本营，却没有第一时间去救人，而是在通知海军之后才敢带人前往白土之地。可见黑胡子也很忌惮龙的实力，即便是手持2颗恶魔果实也未必能获胜。不过龙也有畏惧的强者，得知神之骑士团出动后，也露出了一脸惊慌。现在想想当初赤犬执意干掉路飞，对海军是多么正确的决定。伊姆手下最强的战力输出公开，吴老星吃了幻兽种也只能排第2。CP 组织看似很强，战斗力却垫底。伊姆之所以能统治世界800年，离不开手下强大的战斗力团队。CP 组织是伊姆的谍报部门，除了搞情报，还要负责保护天龙人。一度认为 CP 组织能比肩4皇团，不过 CP0 的战斗表现太让人失望。在鬼岛战争中，2位 CP0 联手攻击乙藏，结果还被对方反杀1人。卡库从 CP9 晋升为 CP0 之后，也掌握了果实觉醒，结果被索隆吊打。还有陆奇也是 CP0 中的顶级强者。面对5档状态下的路飞被完虐，自从赤犬晋升为元帅之后，海军的整体战力大大提升，可以单独面对4皇，而且海军人数众多，即便是年轻的白胡子也不愿意与海军展开鏖战。不过现在海军的顶级强者在变少，亲自辞去大将加入黑胡子海贼团，战国选择退休负责教育海军新人，卡普也在蜂巢岛战败下落不明。新来的2位大将藤虎和绿牛都说有怪物水准，战斗表现却非常一般。绿牛还没见到香克斯的面就被吓跑，对战巨人茉莉首长被刺穿处于劣势。还有现在的海军中将，虽然人数众多，面对顶级强者可以说不堪一击。神之骑士团是仅次于吴老星的存在，只有在遇到重大事件时才会出动。
他们的首领叫费加兰杜格林古圣，是曾经参加神之谷大战的王者。其他成员暂且还没有展示实力，能作为天龙人的护卫必定都是强者。多拉格对神之骑士团也非常忌惮，强调他们出动代表真正的战争开始。吴老星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，地位仅次于伊姆大人。5个老头都有着武神称号，而且都是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能力者。其中科学防卫武神叫萨坦圣，已经在弹头岛事件中展示过实力，他的恶魔果实已经达到觉醒境界，实力不强的人甚至会被他用眼神爆头。而且萨坦圣还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不出意外，吴老星都应该是顶级强者。不管是海军还是吴老星，相比贝加庞克的武器来说都不算最强输出。先不讨论贝加庞克制造的普通武器，就和平主义者都能超过一般的强者。当年在香波地群岛，草帽团的3大主力联手，才勉强干掉一个和平主义者。世界会议过后，赤天使登场，他们的战斗完全不在真正的七武海之下。黑胡子与赤天使鹰眼有过交战，也因对方强大的战斗力感到震惊。还有 CP0 的卡库，拥有动物系觉醒能力，对战赤天使被打成重伤。在贝加庞克制造的所有武器之中，圣母烈焰算得上伊姆的最强底牌，它的破坏力不输任何一件远古兵器，仅用一次攻击就能毁灭一座岛屿。萨坦圣亲自去弹头岛，目的就是夺取制造圣母烈焰的材料母火种。萨坦圣展示霸王色的最强用法，所谓的物理伤害比霸禅攻击强太多。作为100万分之一的王者资质，霸王色在前期一直被诟病太弱，除了清理一些实力不强的弱者，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是很明显。路飞去马林饭多救艾斯，在绝境之下释放霸王色，也只是震晕小兵。不过凯多在鬼岛屋顶对战路飞，展示出霸王色霸气的最顶尖用法，像武装色霸气一起包裹在物体上，不用接触敌人也能造成巨大伤害。同时凯多也强调，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强者才能掌握这项顶级能力。罗杰和白胡子都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两人招式对轰有毁天灭地的效果。英雄卡普被称为最强海兵，一拳霸禅攻击能轻松摧毁一座城镇。夏洛特00一度被认为是最弱4皇，也能用霸禅攻击秒杀非6包佩吉万。香克斯被誉为霸王色最强的男人，一招神臂能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。路飞在凯多的狼牙棒调教下，也掌握了最顶尖的霸王色缠绕攻击，随后又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，才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登基海上皇帝。不过路飞在弹头岛对战 CP0 的陆奇，使用尼卡果实觉醒轻松吊打对方。对战海军大将黄猿时，表现的稍微有些吃力，最终还是将黄猿一拳爆头。不过有一点很是奇怪，这2场战斗路飞都没有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。据说霸王色还有一种用法，就是能像体术和刀剑一样造成物理伤害。当年香克斯一个人登上莫比迪克号，去找白胡子商讨召回艾斯的事情，释放出超强的霸王色震晕小兵，也将白胡子海贼船的船板震裂。鬼岛战争完结后，香克斯带领红发海贼团来到和之国的近海，察觉到大将绿牛准备对路飞出手，立马释放霸王色霸气将其身体麻痹。从震裂船板和吓退绿牛来看，香克斯应该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。在海贼王漫画1094话中，五老星之一的萨坦圣使用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同时周围出现大量的黑色闪电，不出意外也是霸王色霸气拥有者。一个普通的海军士兵与萨坦圣对视，脑袋随即爆炸丢掉性命。目前还不清楚萨坦圣使用的是什么攻击，不过有2种比较合理的推测，一种是他的恶魔果实具有特殊能力，但凡看到他眼睛的人都会被攻击；另一种就是萨坦圣拥有超强的霸王色，能造成物理伤害，从敌人内部攻击。从海军下令让准将以下的士兵不能对视萨坦圣，也能证明这种说法。当下黄猿已经被路飞一拳爆头，萨坦圣参战将会展示出真正的实力。